2024的年度最爱护肤品来了，可能有一些产品呢也出现在了2023年度最爱里面，那没办法，说明它们真的好用。首先呢是 cleanser， 接下来说这个 Kiehl's， 其实这款洗面奶我用了有几年了，但都是断断续续的用，因为家里总是要备有一些温和的洗面奶，在皮肤不适的时候用。之前吧我就觉得平平无奇啊，乏善可陈，但是去年呢，因为我一直在断断续续的刷0.5%的维 A 酸，真的是刷到皮肤咔咔起皮的那种啊，啥洗面奶用都不舒适，只有这个会让我觉得既可以洗干净脸，因为我真的很油啊，洗完了又很舒适。它里面呢还加有杏仁油、牛油果油以及角鲨烷。与一般的泡沫洁面奶相比啊，就它更注重维持肌肤的水油平衡，每次洗完脸之后都会觉得很舒适。因为它今年救了我，所以我把它扔进年度最爱。OK， 然后我来说一个酸类的洗面奶啊，新丝萃的果酸泡沫洗面奶，它里面呢是甘醇酸 glycolic acid， 就是分子量最小的果酸，所以呢它能够渗透角质层，弱化角质细胞间的链接，就帮助这个老废的角质脱落，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促进皮肤更新了。我很喜欢它呢，是因为它洁面的同时呢可以清除去角质，改善粗糙啊、毛孔啊问题。毕竟我这个年龄了啊，38岁了，我已经离不开果酸了。当然了，这个是在皮肤状态 OK 的情况下使用的啊，刷维 A 酸的时候肯定是不能用的。那它的泡沫呢特别的丰富，特别的绵密，挤出来的感觉很幸福啊，就是可以用泡沫在脸上多揉一会儿，让果酸多发挥作用再洗掉，洗感清爽，我很喜欢。这两个啊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建议大家都要有，或者是类似功能的啊都要有。然后呢是理肤泉的这个0.5%的水杨酸 toner， 我记得我去年推荐的是它这个系列的洗面奶，那个洗面奶是2%的水杨酸。也不错，我现在也是经常用的。但是我觉得洗面奶吧，因为接触皮肤时间短，对我来讲呢就有点不够了。那水杨酸呢是一种脂溶性的酸，就是它可以深入毛孔内部，从里面瓦解溶解掉油脂酸这个角质堆积，所以如果时间太短是不够的。比如说水杨酸棉片这一类的啊，敷个10分钟就会更有效。这个 toner 呢，你可以沾湿棉片来敷脸，也可以全脸涂过夜，我比较喜欢这种。然后呢，它因为是0.5%的，也不算很强，就过夜完全没有问题，适合每天使用，毛孔会非常的通透。而且这个里面也加入了甘醇酸，就是2%的甘醇酸，相对的比较温和。就水杨酸和果酸，因为它酸的种类不同，所以它浓度不能直接横向对比啊，因为活性啊、穿透率啊、法规限制都不太一样。你就记住啊，2%的果酸是很轻的果酸。那因为它是双酸配方嘛，就可以进一步的改善黑头啊、毛孔啊、清算暗沉问题，就用起来也是很清爽。OK， 说到这个，我想介绍一下宝拉珍选的这款4%的水杨酸啊，它这个算是高浓度的了。之前特别流行的这个2%的水杨酸嘛，就是大家叫什么抛光水啊，也非常好用。就如果你用了这个一段时间，想要更进一步，可以尝试4%的，哇塞，简直更好用了。我呢是1周用1次，涂过夜，比较给力的抗炎的特性，就可以很明显的减轻闭口啊、炎症啊。那这个前提是你用了一阵子水杨酸，觉得2%可能不够用了，那你能直接购买到的这么高的水杨酸，也只有宝拉珍选有，而且呢好像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卖的。它真的是强力对抗黑头和粉刺啊，一晚抛光比那个抛光水抛的还光，所以呢也很刺激啊，甚至前期呢会有一些剥脱感，但是坚持使用，皮肤真的更加细腻，就利弊参半吧，大家谨慎考虑。OK， 然后呢是新丝萃的这个4%的 PHA 保湿乳霜，这个我感觉我都推荐好几年了，我化妆台上的常青树。那 PHA 呢也是新型果酸啊，是分子最大、刺激最小的酸类，它能够同时保湿和温和的去角质，也是敏感肌可用的酸。我主要是白天用它，因为它对皮肤的光敏感度相对较低。就他们家还有一款 VC 精华嘛，也是加了 PHA 的，就非常适合白天使用。当然晚上肯定也能用了啊，只是晚上能用的大牛们太多了，轮不到它。然后呢，它是这种乳霜的质地，就吸收很快，也不会和之后上妆的产品打架。OK， 然后来说这个 In Beauty 的胜肽乳液，这个里面主要是6%的蓝铜胜肽，以及野山药提取物和植物性胶原氨基酸。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蓝铜胜肽了啊，它是铜离子和胜肽结合，用来促进胶原蛋白生成，增强皮肤的修复能力。那一般蓝铜胜肽都是那种就是滴管式的嘛，就是不是很好涂抹。那这个配方呢，是我目前发现的上脸最舒适的了，当然肯定不如滴管的那种强效，但是因为它更稳定，就是至少也不会那么娇贵，一整就失效了啊。它是有一点点淡蓝色的，就是薰衣草这种颜色啊，薄薄的一层，非常的保湿。而且这个产品呢也是刚出没多久，新鲜玩意儿，直接荣升我今年的最爱啊！我出去旅游的带着它，在我不刷酸的日子呢，我就会
会用它，就是还是不建议和素颜一起用，因为素颜的低 pH 环境嘛，就可能会影响蓝铜生态的活性。OK， 下一个眼霜 Philosophy 的咖啡因眼霜，之前讲过很多次啊，眼霜要用带咖啡因的才能去黑眼圈，因为咖啡因的收敛和抗氧化特性呢，可以帮助缓解眼周的水肿啊、暗沉啊，这里面还添加了 VC 和 A 醇衍生物，当然都是比较低浓度的了，可以帮助促进胶原合成啊，减轻细纹啊、干纹啊。前一天晚上用了，第二天就能看到提亮效果的，它也可以减少引发眼周的脂肪粒，就保湿非常好，质地很轻盈，易推开。OK， 然后是 VC 类的，今年的冠军是Sunny Riley 的 VC 油啊，亚军的是这个系列的面霜。非常抱歉，我刚用完把瓶子扔了，我真的不是一个会攒空瓶的人。它这个里面呢是脂溶性维 C 衍生物，所以它不易被氧化，还加入了姜黄。姜黄素呢是可以帮助抗炎的，也能够减少皮肤刺激和发红。它虽然是油状的，但是吸收不算慢，质感很滋润，很适合干燥的季节啊。我今年用它比较多，是因为我发现用了它之后上妆会特别的透亮，就是不仅仅是上妆吧，就是你一整天一白天皮肤都很亮，保湿呢也更给力。当然，如果你希望 VC 浓度更高一点的话，那确实是左旋 VC， 就是 L 型的 VC 更猛更有效，但是它极易氧化，需要低 pH 环境，要避光啊，避高温，避免频繁开盖，就这些严苛条件下才能维持活性，就一整就失效了，也很烦。可能你上脸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用了。OK 啦，然后是 A 醇，今年说实话啊，就是刷维 A 酸因为比较多，就从1%降到了0.5%，现在已经耐受的。勉强可以接受吧啊，这个我以后会给大家专门做一个视频，从头整理一下这个过程。那所以呢，我今年用的 A 醇产品不是很多，虽然我买了很多啊，也收到了很多，真的超级多。但是我用的很少，只在不用 A 酸的日子里面才会挑一些比较温和的 A 醇来维持皮肤状态。那总结下来呢，我觉得还是这个 Kiehl's 的 Microdose 的 Serum 用起来最舒服。虽然它的浓度不高，但是温和稳定，好吸收，就是对皮肤的刺激呢也比较低。在 A 醇的间歇期啊，我用它来过渡，既不会给我的皮肤带来多余的负担呢，还能够延续维 A 类成分的抗老效果。我真的很喜欢它，一来是它保湿做的不错，就不会让我出现干燥爆皮的问题。二来呢是用着也很安心，毕竟用了这么多年了，从来没有出过啥问题。而且呢，大家不要觉得低浓度就没有效果，其实在护肤中的坚持和长期使用往往是更关键的，稳扎稳打的方式更容易坚持。那么为什么我还要作死刷 A 酸呢？以后我给大家讲为什么。OK， 然后来说一下保湿霜，年度保湿霜 First Aid Beauty Ultra Repair， 这个真的是我的居家必备，出门旅行我也一定会带的保湿霜，因为它脸和身上都可以用，大人小孩都可以用。那我们之前在 Vegas 玩了几天嘛，就我儿子全身干得很痒，就 Vegas 太干了，水也不好，就涂上这个马上就好了，就每天洗完澡必须要涂，很大一罐也很便宜，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呢是焦肽燕麦粉，就是用来帮助改善湿疹啊这一类的干燥问题，它还可以镇定泛红的发痒的皮肤，它还添加了乳木果油啊、深层保湿啊，还有尿囊素，用来提升肌肤的柔软度啊。就是涂开之后啊，你就会觉得皮肤软软的，它能够非常快速的让干燥和受损的皮肤回归到健康的状态。使用场景也非常的多啊，非常丰富，可以做日常的保湿霜啊，就跟啥都不打架；做身体乳也 OK 啊，全身涂没问题。那可以用来做局部应急修护，或者是厚涂一层的话，也可以当做保湿面膜啊。比如说早上化妆之前，如果你觉得脸上就有点干的起皮啊，厚涂一层，10分钟后揉掉啊，洗掉，脸超级嫩，好上妆。它这个配方呢也是敏感肌亲妈，无香精不致痘啊，滋润不油腻，油痘肌也是可以用的，真的我非常推荐。要不然怎么很多人说它是 La Mer 的平替呢？我觉得比那个还好用，真的 La Mer 的配料表我都不想吐槽了，它里面的香精就有5、6种以上，反正我是一用就脸痒。OK， 下一个是抗老面霜，去年就是 Dermatology 的，今年还是它，只不过换大瓶了，用着更爽了。它里面是5种胜肽和3种神酰，有信号肽啊，有载体肽啊，双重作用，提升紧致度啊，这就直接打包改善各种的衰老问题。它还加了乳木果油和维生素 E， 保湿力呢也是非常的好的，无香精啊，配料温和。它真的是不输大牌300-500刀的抗老面霜，真的，除了包装 cheap 了一点，他家包装都这样啊，没办法，一罐满足多种护肤需求啊，
保湿、修护、抗老、紧致。那也可以搭配 A 醇的 A 酸呢，早上也可以用它来搭配 VC 啊、PHA 啊。它说是晚霜啊，因为它质地略微厚重，比较适合夜间修护，但是里面的成分没有白天不能用的。就如果你希望白天也可以拥有高滋润、抗老和修护的效果的话，完全可以在白天用它。我也是经常早上涂，就是一整天的保湿效果都很好，我非常推荐，连续8包。OK， 接着说防晒啊，这个防晒我不知道介绍过多久了，介绍过好几年了。Dermatology 这个润色防晒，就周围姐妹我真的都推荐了个遍，大家都说好用，而且真的不是我没怎么买新的，没怎么尝试新的啊。给你们看一看，我这一架子全是防晒，而且都是口碑很好的防晒，但呢，就是没有一个能说是全方位的超过它。当然了，还是有一些姐妹反映这个润色防晒的颜色对她们来说有点深，因为可能是因为我肤色还是偏深一点，偏黄一点啊，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很白，还是买那款就是无润色的那个白色的那个啊，365天防晒，杠杠的，防 UVA、防 UVB、防蓝光，后续上妆不打架。OK 啦，最后一个呢是这个益生菌的晚间面膜，这个牌子主打的都是益生菌提取物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，还挺新的。因为近期呢有研究发现呢，可以用益生菌来平衡这个皮肤的微生态，就是提高肌肤的免疫机能，减少炎症，维持健康。你们有没有刷到过，就是有人脸上涂酸奶啊，就是觉得皮肤会变好了啊？这个面膜呢是融合了益生菌提取物、AHA 果酸，还有维生素 C， 就是帮助改善细纹啊、提亮肤色啊。说是面膜了，其实就是和晚霜质地很像，就睡前厚涂一层，早上醒来就能感受到那种水润饱满，就更加纯净的这种光彩肌。闻起来呢也是酸奶的味道啊，还是比直接涂酸奶强点。我不建议大家直接涂酸奶啊，因为那个是用来喝的，所以它的浓度啊、菌种活性啊、pH 值啊，它都不稳定啊，甚至可能会带来过敏，还是用这个精心调配的比较好。OK 啦，以上就是2024的年度最爱护肤品了。那今年的彩妆片呢，一定会做。我都选好了啊，就差拍了啊，一定不割。那非常感谢你可以看到这里，请不要帮我点一个赞啊。那我们就下期见喽，拜拜。